有实力而不显耀实力是智者的处事方法。古人常讲骄兵必败，也是这个道理。西汉刘邦驾崩以后，吕后总揽朝政，这期间南越王赵佗在岭南自治，不服朝廷管制。朝廷大臣普遍认为赵佗根本不堪一击，纷纷劝说吕后出兵攻打赵佗，收复南越。他们说，南越为蛮族之邦，其军队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。昔日高祖皇帝无心攻打他们，便实行了安抚政策。现在我国兵强马壮，物资丰厚，正是讨伐南越的好时机呀。吕后却担心兵祸再起，没有同意立即发兵。然而他还是对南越王赵佗充满了鄙视。长沙国和南越为邻，长沙王为了扩大势力，极力主张对南越用兵。长沙王见吕后不肯动武，于是建议禁止在南越边境上进行铁器交易，以遏制南越的发展。赵佗见朝廷政策有变，十分气恼，他便派军队攻陷了长沙国南部数县。吕后派兵反击，攻入南越国境内，平息了战争。吕后死后，汉文帝继位，在南越的问题上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方法。一位反战的大臣对文帝说，我乃天朝大国，要打败小小的南越不在话下。可问题是，现在我军受不了南方的酷热潮湿，若打起仗来一定伤亡惨重。何况蛮族人生性野蛮，不好治理，我们胜了也会在南越的事情上大费精力，这样一来就得不偿失了。文帝觉得很有道理啊，便问这位大臣的看法。这位大臣回答说，做事不能为了虚名而受实害。如果皇上不在意取胜的虚名，那么就可以不去战胜南越，改攻伐为安抚。南越一旦受到了皇上的恩惠，一定会感恩自省，消除对我国的敌意，这样国家就安宁了。文帝于是撤出了南越国的汉军，对赵佗好言安慰。赵佗的亲人墓地在真定，文帝就将真定赐给了赵佗，并派人按时祭祀。文帝又寻访了赵佗的亲属，对他们礼遇优待，还亲封他们做了朝廷的高官。赵佗知道这些事情以后啊，果然被感动了，从心里敬重文帝。他上表文帝请和，说，从前我不明事理，冒犯了天朝的神威，现在看来我是罪孽深重啊。赵佗请求以藩属国的身份入京进贡，从此南部的边境就平静了下来。吕后武力征伐没有做到的事，文帝只靠安抚却做到了。文帝的罢兵一方面减少了伤亡，一方面也让赵佗感受到了大国的仁义，他从心里真正的臣服了。虚并不是真的弱，更不是害怕别人，而是利用一种低调的方式待人处事。老子曾经说过，上善若水，水比石头软，然而它却能将石头击穿。人们倘若能够拥有这种虚怀若谷的心态，也同样能够克服众多的困难，让人生和事业更上一层楼。人们站在高处时，内心常会产生一种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的骄傲，而正是这种骄傲，让众多的人仅仅登上了人生中的一个小土包而已。而那些敢于正视自己的成就，以一种自谦和矜持的态度对待人生的人，才能够真正的攀上人生之巅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的话，欢迎订阅、评论和转发。